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。那么今天瑞娜想跟大家聊一个华尔街的新战场，从能源到矿产的底层布局。如果你也是对美股感兴趣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群玩耍交流。那么今年10月呢 ，Morgan Stanley 悄悄推出了一个新指数 ，Morgan Stanley National Security Index。乍一看，这似乎只是一个投资工具，但实际上它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战略意义。实际上呢，是将川普要做的事情，把国防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供应链安全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了一个投资的组合。我们将从指数的背景、成分股、政策驱动到投资信号和风险，带小伙伴们全方面了解这个国家安全指数，帮助大家判断未来10年美国工业和能源领域的机会。首先，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摩根士丹利要推出一个这样的指数？它和传统的能源国防 ETF 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先来看一下。MSCI 它的核心目标呢是捕捉美国在工业化的精髓，尤其是在国防、能源和供应链安全领域的机会。成分股呢大约有39只，采用市值加权的方法呢，前10大持仓各约有 4.3% 的权重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简单说，这个指数不仅是金融产品，更是政策的风向标。它映射了川普政府在推动本土化的关键矿产、核动力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的努力。这些个股主要是受益于美国的政府政策，这些政策包括25年3月的增加美国矿产生产行政命令，通过国防生产法优先本土关键矿产的开发，5月的部署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行政命令，推动核能的工业复兴，以及锂电池国家蓝图强调供应链安全。这些政策呢，整体上对指数成分股有利，因为它们提供了财政激励和政府合作的机会，或者是入股的机会。目的呢，是把美国从进口依赖中解放出来，同时缓解地缘政治的风险。所以它的早期表现强劲呢，也是受益于市场的上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的结构和4大支柱。首先，它有4大板块，第一块就是铀核能这一块。这一板块呢，对美国核能复兴，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高纯低浓度铀的生产，主要集中在小型堆、核燃料、潜艇反应堆以及去俄化能源。那核能的复兴呢，它不仅能满足电力的需求，更能服务于海军的核潜艇和航母，是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的核心。第二块呢，就是最近炒得很火的稀土战略金属。稀土元素呢，90%以上依赖中国，尤其是磁体用的铷钼，所以它就是想去中国化，然后把它的国防材料、磁体国产化。所以它目前呢，正在通过政策推动本土的开采和加工，来确保国防和电动车的供应链安全。再就是锂电池这一块，大家知道锂是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核心。美国政府呢要求30年实现50%的本土采购。再就是能源基础设施，这一板块看似权重小，但是作用巨大。它覆盖着呢电网升级、储能部署和长时的能源系统，为核能和新能源提供保障。换句话说，这也不只是简单的能源指数，而是美国工业底座的再工业化名单。这份指数出现呢，也是提醒我们投资者，美国未来10年的增长不在硅谷，而是在能源与金属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逐一分析前10大持仓，这些公司呢直接受益于政府的政策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MP 是美国政府入股的最纯正的稀土股之一。稀土和永磁是美国产业被卡脖子的重点。那么 MP 呢，基本上是在美国稀土里面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。如果有回调，那么就是买入的好时机。战略意义上呢， MP 是美国去中国化稀土供应链的核心，特别用于电动车、电机和国防磁体。但就像我们在之前专门聊过 MP 的视频里边说过，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谈好了，那么对 MP 是不利的。此外，尾矿和环保管理也面临着 EPA 的审计压力，所以我们关注它也要重点关注政策上的转向。第二个呢是 Century Energy Corp， 代码 LEU， 它是做核燃料瓶颈的解决者。LEU 成立于1998年，14年呢经历了破产重组后重生，
专注低浓度铀和高纯低浓缩铀的燃料，支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提供核燃料供应和服务，包括离心机技术和工程咨询。美国的核能重启，小型堆呢就是这个政策的新方向。LEU 的先进材料 HALEU 呢就是瓶颈的资源，因此它具备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23年，它拿到了 DOE 26亿美元的合同。这家公司呢，超过 73% 的股份都是由机构持有，在铀相关的股中呢，它是属于核心股，但也要关注国际铀价格波动对它成本的影响。第三家呢是 New Crop Development， 股票代码 NB。它呢是战略金属的新星。New Crop 成立于1987年，主要是开发尼布拉斯加 ELK Creep 项目，生产锂、抗和钛，用于航空合金、EV 电池和 3D 打印。这些合金呢虽然不如锂、稀土那么热门，但是在国防、航空、先进制造中呢却极其的关键。其中锂属于关键金属，一般用在喷气发动机，所以美国希望打破国外的垄断，主打本土制造，减少对俄罗斯和中国供应的依赖。这家呢也是属于稀土概念股之一，筹码会比 MP 好一些， MP 的散户太多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，它有巨额的融资需求和稀释的风险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的油矿巨头 Chemical Crop， 股票代码呢是 CCG， 它成立于1988年，是全球最大的油矿商之一，总部在加拿大的 Saskatchewan， 但与美国燃料加工紧密协作，年产量呢约1800万磅铀，支持核燃料组件供应链。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，铀是核能以及舰艇燃料链条的最上游资源。那么 CCG 呢，它作为全球最大铀矿商之一，也自然是支持燃料加工、精炼和核燃料的组件供应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它能够优先供应美国，而且能绕过俄罗斯禁令。近期呢，股价也是创新高，机构称它是核能牛市的核心资产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地缘中断是它最关键的威胁，以及油价的波动呢也是比较大，还需要关注它的产能是否能跟得上。它的战略意义呢就是保障美国核能和舰艇燃料的供应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长实的储能先锋 EOS Energy Enterprises， 股票代码 EOSE， 它家是成立于2008年，总部呢是位于新泽西，专注于新机长实的储能电池。它也是一家创新公司，目标呢是替代或者是补充锂电池在电网储能中的作用。25年7月 DOE 批准了2270万美元去资助 Turtle Creek 来推动它的本土制造。它的本土电池技术呢可以帮助美国减少对进口电池的依赖，支持国家安全中的能源独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新替代方案可能面临着补贴竞争。如果中国的电池倾销的话，那么就让它的成本会变高，而成本对它来说就是最大的风险。再来看一下美国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之一 Albemarle Corporation， 它家拥有澳大利亚和美国盐湖的提炼厂，专注于电动车的能源存储的锂化合物供应。它的 Kings Mountain 硬盐锂矿是美国少数具备硬盐锂资源的矿山，锂是电动车与储能系统的核心，而美国的政府希望减少对海外，尤其是中国拉美锂资源的依赖。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，锂价的周期波动大，成本结构比较敏感，同时环境影响评估，比如水资源使用，可能会延迟项目的审批，增加短期的成本。第7家公司呢是 BWX Technologies， 股票代码 BWXT。BWXT 是美国唯一为海军核潜艇与航母提供反应堆与燃料的公司，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供应商。成立于1867年，总部呢在弗吉尼亚，市值约120亿美元。这个股的利好在于核动力潜艇、军用反应堆和相关的供应链，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。BWXT 呢处于直接受益的位置，基本上属于无替代性。美国所有核动力潜艇的反应堆都出自 BWXT。Q2 营收呢7.64亿美元，订单积压也创了纪录，长期受益于国防的预算增加和核潜艇的更新周期。公司的现金流稳定，
但它的风险呢，主要是来自于国防预算的不确定性，比如军费削减或者是政策的调整，可能影响未来几年的营收。第8家呢是 Energy Fuels， 股票代码 UUUU 4个 U。Energy Fuels 呢是美国最大的油生产商，同时是生产重稀土氧化物，由它 White Mesa 工厂用于油精炼、稀土分离和钒电池材料，成立于1970年，总部呢在科罗拉多州。25年启动稀土示范厂，拿到了 DOE 的合同。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就是具有油概念股和稀土概念股的双重属性，政策支持的力度大，非常符合国家安全的主题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重稀土分离还是属于早期的阶段，资本的支出压力大，技术难度高，市场的价格波动呢，对它盈利的影响也比较大。这只股呢，我们后续也会多加关注，股价的波动呢，也会直接在它技术的突破能体现出来。第9家公司 Romac Resources， 它是一家总部位于西弗吉尼亚的冶金煤生产商，同时呢还做稀土的开采与加工。它的 Broken Mine 项目呢是美国最大的冶金煤矿之一。Romaco 的稀土项目是为了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，符合指数的国家安全主题，而且它本身 Broken Mine 的稀土潜力巨大，同时拥有冶金煤资源，为钢铁和电池行业呢提供了基础的原料。政策的支持呢有助于它的稀土产量翻倍，但是它短期受环保法规影响较大，所以它的股价波动较高，需要我们随时关注它的资金流和它的项目审批进度。最后这家公司呢就是 United States Antimony Corp。UNMY 呢，它家主要是专门做锑的，是美国国内仅少数锑生产冶炼商之一。Montana 矿区是美国少数本土锑源，锑一般用于弹药、阻燃剂和电池燃料。美国锑高度依赖进口，属于战略的金属之一，被川普纳入2025年关键的矿产列表。它就是直接受益于中国稀土出口限制的反制措施。优势呢是小而精，战略用途明确，政策支持呢也足够持续。风险呢就是它作为一个小盘股，波动大，可能有资本开支的压力以及矿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，适合高风险的投机。 OK，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，不难发现呢，它其实就是用华尔街资本的语言去表达了未来10年美国国家的战略，无论是核能复兴、关键的矿产储能，还是防务供应链，这个指数背后代表的就是地缘政治的资本化。换句话说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 2.0 不只是口号，而是一整套可以被投资、可以被交易，甚至可以被量化的国家安全逻辑。这套逻辑把原本分散在能源、矿产、军工、电池里的碎片化机会，全部都打包成了一个投资的主题。这对投资人来讲，这既是政策红利的开端，也是一个认知的分水岭。因为过去的10年里，我们一直追求的是科技创新，但接下来的10年，资本的主线可能就是工业赋权。所以我们不论是做短线博弈还是长线布局，就可以围绕着一个主题，政策写在法案里，但财富藏在指数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继续追踪这个指数的月度变化，以及政策进度，以及其中几家核心企业的季度财报更新，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真的实现那句口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 我是 Rena， 点赞关注，祝大家在美股发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